鸭子们飙车四处逃窜，身后坏蛋紧追不舍。他们横跨峡谷到达安全区，只剩鸭妹落在后面。坏蛋心狠手辣，炸毁跳板，鸭妹一不小心掉进峡谷，这是要粉身碎骨啊！哥哥们为他默哀，却发现鸭妹因祸得福会飞了，鸭界传奇的诞生啊！其实这都是麦克和鸭子们的幻想。麦克没有工作，每天就是带鸭玩游戏，小日子呀过得美滋滋。可一猫难养4鸭，麦克很快就连电费也交不起，还动不动就被催着交话费。就算这样，他也不愿意让孩子们知道。被鸭妹发现，还想瞒一瞒，谁知下一秒手机停机，家里也断电了。麦克只好卖柠檬赚钱还债，等了半天也没人买，直到新邻居出现，他是个有钱的慈善家，说自己是来帮助小鸭子的，就是捐款还要拍照，拿着100元大钞和鸭子们各种摆拍。为了生活费，麦克忍了。他刚交完电费，就发现鸭子们都翻墙去邻居家了。邻居家多好啊，高级的水上皮艇随便玩。从此鸭子们没有心情陪麦克，一看邻居回家，屁颠的跟着跑，只有鸭妹陪着麦克，放学也不回家，就在邻居家玩游戏。这一切都是阴谋，邻居特地为鸭子们办聚会，只是为了表现自己的高大上，带他们参加跳水比赛也是全程玩手机。谁知小鸭子们牛啊，瞅跳台抖屁股，转身就来了个满分跳水。邻居一看鸭子们得了冠军，赶紧说是自己的功劳。可怜麦克看见报纸才知道，自己辛苦养大的娃要变成别人家的了。想想最近鸭子们的变化，再看看逐渐冷清的家，麦克决定做点什么挽回孩子们的心。猫咪辛苦养大的娃，现在却成了别人家的。为了挽回一切，麦克做了个游乐园，可鸭子们不买账啊，只有鸭妹愿意试试。坐上小车，准备出发了。首先穿过冰雪世界，卡纸做的小动物也很可爱。接下来就是热辣的戈壁滩，小样子还很别致啊。还有夹子做成的小园林，瞅前面的大床单，就像进了老母亲的小院子。猫咪抛起一把硬币，掉在水里就成了深水炸弹。最后旅程快结束了，猫咪一点开关，哇哦，是简易喷泉。可意外发生了，纸板被喷泉淋塌，这下鸭妹跌了个大跟头不说，还摔伤翅膀。转头看见哥哥们在隔壁进行跳水训练，再看看自己家，吃的都只剩一口了，心累啊。最让鸭妹生气的是，今天开家长会，所有同学的家长都来了，只有麦克没来，一直等到天黑也不见猫影。原来半路麦克的车坏了，被拖去维修，他只能走路赶来。到学校才发现鸭妹走了，赶紧买束花回家道歉。进门就发现鸭妹居然在和一只鸟亲亲，哪来的猪敢攻我家白菜？麦克不能忍，直接赶走小鸟。鸭妹气得冲进房间，把门一关，收拾好行李要去找哥哥团聚。眼看自己最后的崽也投入邻居的怀抱，麦克简直心碎，从此就是孤家寡人。鸭妹则过上了每天吃穿不愁，还有男友接送的好日子。看见麦克叫她注意安全也不理，收到麦克寄来的头盔也不要。可好景不长，鸭妹的男友出轨了，她想找邻居求安慰，邻居却以为她是来要零花钱的，鸭妹只能灰心的离开，却在哥哥们的记者会上整了个大惊喜，她带了个蛋回来。我天，未婚先孕啊！记者们嗅到了大瓜的味道，这可太丢脸了。邻居当即决定和鸭妹脱离关系，立刻把她赶出家门。哥哥们也冷眼旁观，鸭妹只能带着孩子回家找麦克，敲了好几次门都没开。她失落的转身，却发现门打开了，嘴上说自己敲错门，眼泪却止不住。麦克看着一旁的蛋蛋，轻轻给她戴上小帽子。受尽委屈的鸭妹知道自己和孩子终于又能有个家了。这一刻起，她和麦克和好，对她来说，麦克就是父母，是避风的港湾，更是家。